创业者的6个特点。一、创业者随时随地都在收集同行的信息，收集客户的信息，借鉴社会上的先进经验，优化自己的项目。这个社会上最值钱的就是先进的思想，理念最值钱。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都是由人的思想与观念决定的。创业者必须不断地寻找更加先进的经营企业的思想。二、创业者必须会销售，一直在搞营销，因为钱就是靠搞营销赚来的。不做营销的创业者不是好的创业者。马云是阿里巴巴的流量入口，乔布斯是苹果手机的流量入口，比尔盖茨是微软的流量入口。只有老板亲自抓营销，企业才能做得特别好。三、创业者必须注意锻炼身体，身体好了，效率高。必须注意自己的睡眠时间，不能控制自己睡眠时间的创业者也不是一个好的创业者。身体好，心态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一个情绪不可控的人也是当不好老板的。如果你的情绪实在不好控制，有一个办法，你不要直接参与管理，你选2个领导者，你就管理好这2个领导者，让他们去管理团队。你可以对这2个领导者闹情绪，但不能对员工闹情绪。四、创业者必须是一个行动者，行动次数超越所有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行动的侏儒，企图把行动执行的事情交给你的团队，那么你的团队也会是行动的侏儒。高手不仅是善于思考、有思想的人，而且是有执行力的人。创业少了思考不行，少了执行也不行，必须思考与执行合二为一。五、创业者必须100%相信自己能成功，这是一种信仰。无信仰的人当不了老大，只能当跟班。六、每天永远比普通人多工作几个小时，永远把任何一件事做得比普通人完美。高标准的要求自己，才能获得高收入。创业初期要注意这4点。什么样的创业者才会成功？其实不能给你一个答案，但有一些做项目的经验，介绍4点给大家。一、你必须坚持，哪怕所有人反对你，叫你别创业了，叫你放弃，你都要坚持。如果你生活的圈子是社会的中上层，基本上鼓励你、帮你的人就会多一些，甚至有人给你投资。但你能不能成功，还是看你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创业成功不是我们有激情、有想法就行的，有计划也不行。创业成功实际上是长期的坚持做小事，这些小事甚至是枯燥无味的，但你必须做好，做到极致，长年累月的做，3年能起步，5年小成功，10年才能有大成功。很多人刚一开始做3个月都坚持不下去，就认为没有前途就放弃了，这种性格根本创不了业。二、克服恐惧，做一个项目不断的投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赚钱，心里没有底，就非常恐惧，就有放弃的冲动。要克服情绪化，人都是在赚钱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不赚钱了就不高兴。如果创业者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么这个情绪就会传播到整个团队。不赚钱的情绪低落，那么整个团队都会情绪低落，就更加没有希望了。创业者要像没事人一样，不赚钱、赚钱都能心平气和，计算好自己的现金流，能发得起工资，认认真真的做事就行了。相信经过我们用心的经营，总是会有回报的。三、要有执行力，遇到事了要迅速下决定，不能拖延。有一个经验，你只要去执行了，你总是会有收获。一流的想法没什么了不起，一流的执行力才了不起。就算你的想法很蠢，但你的执行力强，在执行的过程中，你就会总结到很多有用的经验，可以及时调整。只要执行力强的人，基本都能混好。相反，有很多人不具备执行力，成天在那里做计划、吹牛，这就不可能成功。同样的，我们碰到需要下决定的事情了，一定要迅速下决定，不要拖延。比如，你认为一个员工不合格，那么就应该及时开除他，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你发现他会耽误你很多事，你还是不得不开除他。四、不要去教育不优秀的人，不要企图培养普通人成为你的左膀右臂。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层次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不是由你决定的。如果你试图去把低层次的人培养成高层次的人，你会发现，你不仅浪费了公司的资金，还会浪费公司的很多机会，你只会迎来失败。找到优秀的人，
然后把这个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是最节约精力，也是最科学的做法。这个人是当士兵的材料，就让他当士兵；这个人是当将军的材料，就让他当将军。成熟的老板都这样干。刚刚开始做企业的人总是有情怀，想把士兵训练成将军，等他摔打几次，赔点钱，这样的创业者就老实了。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我们越是把注意力放到失败的地方，我们就越失败；我们越是把注意力放到我们成功的地方，我们就越成功。人真正的财富只有一个，就是自己的注意力，自己的精力。凡是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且能控制自己注意力放在工作上的人，发家致富都很简单。幸福其实只是充分准备加上努力工作的结果。很多人认为混社会难，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竭尽全力的工作，对工作也没有提前准备。一个人想要变得成功，并不是来自于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是水涨船高的，社会进步了，你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并不会发生变化。20年前非常富有的人，也很少有人用得起手机、电脑，但现在最穷的人也能用得起电脑、手机。但最穷的人并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你只有改变你自己，提高你自己的竞争力，你的社会地位提升了，你才会感觉到幸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克服了丢面子的恐惧，世界就会向我们敞开大门。大多数人都死在了不好意思露脸的心理上。我讲的这些都是内功，内功修为好的人，混社会的能力就差不到哪里。能赚钱，说明你满足了一个社会需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方向，你必须搞清楚人心所向，必须搞清楚90后、00后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喜好。年轻人的需求、喜好就是未来。很多过时的人还以为只有干坏事才能赚到钱，岂不知很多年轻人通过开发手机游戏或一款社交应用就能赚到几百万、几千万。很多年轻人做一个社交电商，能轻轻松松年入100万，而这些年轻人才20几岁而已。制作互联网游戏、手机游戏，甚至去开办一些私服，这些都非常赚钱。也可以搞些文化社群电商，绝对是非常快的赚钱门道。不会玩互联网软件的也有发财的门道，就是写作，专业方向的写作，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写作，这些都是非常赚钱的。你用赚钱这2个字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能赚钱，说明你满足了一个社会需求，就证明你做的事情对别人是有价值的。如此，你的事业路才不容易走偏。想发财，选择工作的4条标准。如果你是公司的一个人事主管，你拼命地把你手上的工作做好，是不是发财的几率会更大呀？这个问题再进一步推导，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把手上的工作拼命地干好，是不是发财的几率就大很多？这个建筑工人与文员，还有这个人事主管与一般的普通老板都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从战略思考点想明白如何才能发财。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在社会中是什么职位，发财的几率都很小。当今社会赚钱只有一条路，把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卖给尽量多的人，所以营销能力大于其他一切能力。你所从事的工作必须最大限度地营销最多的人。如果不满足这一条，那就换工作。2，你的工作能让你的头脑快速成长吗？比如，你是一个建筑工人，或是一个小吃店老板，请问你不断地做你的工作，能让你的头脑快速成长吗？如果一个老板自己不能快速成长，那么企业就不能快速成长，那么你的工作就需要调整或直接换掉。3，你的工作能不能让你见多识广？马云做阿里巴巴，为什么他会做阿里巴巴？他20多年前跑去了美国，见识到了互联网。凡是不能让你见识越来越丰富的工作，都是不能发财的工作。4，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拼命工作了，你的收入是否快速增加？如果不是，那么必须换，因为这是一个负面反馈，最终会让你认为努力没有什么意义，就开始混日子了。
所以你必须得选择一个努力了，收入就开始增加了的工作。这种工作会让你直接收到正向反馈，你就会更加主动地思考问题，主动地工作。想发财的，好好思考下讲的这4条。赚钱就是找个道具去满足一群人的需求。老板必须有洞察别人需求的能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需求是什么？你所关注的那个人群，需求是什么？史玉柱跟老头、老太太聊天，洞察到了老头、老太太的需求，于是就把脑白金卖给了这些老头、老太太，卖给了这些老头、老太太的子女。赚钱就是找个道具去满足一群人的需求，把这一群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你彻底理解了这几句话，你就能发财了。所以想想你要营销哪一群人，这群人对应哪些需求，你用什么道具去把这群人的钱掏出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比如你要思考的是，这群人什么时候会有哪些具体的需求，是一次性的还是周期性的？一次性的就搞一次性暴力营销就行了，周期性的可以适当让利一部分给顾客，图个长期买卖关系。这些都搞清楚了，你就好办了。确认谁的口袋有钱，然后确认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他的钱掏出来。这几句话搞懂了，比你读个博士都有用。这几句话彻底搞懂了，你就可以直接当老板去赚钱。商业社会就是持续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或者产品，释放价值是我们唯一的事业。人活着就应该对其他人贡献价值。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要想挣钱，要想过得好，就必须对别人有帮助。一个人的成就，不是说他有什么样的技术就行，也不是看他懂什么，而是看他有没有奋斗精神，有没有干劲，是不是长期努力的释放价值。我们永远在想，我们的业务能不能持续的改进，能不能再多释放一些价值出去。我们释放的价值越多，关注我们的人就越多，买我们服务的人就越多，我们就越有钱赚。释放价值的时候，不能想到要回报。如果你一释放价值就要回报，这就是太心急了。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春天播种，秋天才收获。创业者、企业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或许我们会亏几个月，甚至会亏几年，但我们只要不断地释放价值，把价值释放到极致，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日子。释放价值是每一个企业家、创业者唯一的事业。创业就是卖好一个具体的概念、产品、服务就行了。很多人都想创业，认为创业有难度，创业没什么难度。你在网络上找一个概念，一个值钱的、有人买单的概念，聚焦一个小概念，就靠卖这个概念创业。管好自己的嘴巴，跟自己项目无关的事情不谈，跟自己项目无关的人不见，跟自己项目无关的事情不做，然后再管好自己的行为，不玩游戏，不搞其他莫名其妙的事情，你自然可以创好业。其实创业就是卖好一个具体的概念、产品、服务就行了。老实的卖，最多也就2个月就起来了。只是大部分人不甘于寂寞，故而他们一直失败。大部分人属于多动症，动作太多，故而失败了。所以想要创业成功，管好自己的嘴巴，管好自己的行为，认真卖一个小服务、小产品，创业成功就很简单。赚钱的3个套路：一、自己努力学习有价值的技术、经验、知识，然后用这个技术、经验、知识去换钱。为什么要自己努力学习？因为别人学好了，赚到钱了，不会给你。这个套路特别适合完全没有任何资源、一穷二白的人使用。介绍下如何学得快3个方法：一、多提问，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答案，问身边优秀的人是怎么想的，千万别问混得比你还差的人是怎么想的。2、多归纳总结，多对一个问题进行联想，多对一个问题进行推理，把一件事情搞透彻。3、多练，真正的重点是这一步。我们学会了，学懂了，明白了，其实意义都不大，只有你不断的练习，练到绝伦了，练到随时随地都能使用了，才算你学到了。是融会贯通，把你学到的东西与自己手上的业务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才有用。这叫做学以致用。学跟自己业务无关的东西意义不大，也很难融会贯通。比如你是一个卖衣服的老板，却天天去学习如何修汽车，
这个很难融会贯通。二、拜师学艺。世界上总有些人笨得出奇，以为自己能摸到赚钱的门道，不舍得花时间花金钱，怕丢脸没面子，不去找师傅学习。实际上任何一个人能成功，都是有很多厉害的老师教的，很少有靠自己摸索出来的。如果没人真心实意地教你，你基本在赚钱这条道上就永远也不会进步，永远是个原始人。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你自己确实很差劲，你就找个优秀的团队，认真的去打杂，也有机会。刘备同志自己的智力不行，就找诸葛亮同志来给他当军师，这就是借诸葛亮的智力，从此以后就战无不胜。通过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项目盈利。做项目这件事，只要你不断的做，你就会找到感觉，然后就会每天出单，慢慢的你就成了富人。写作这件事也是这样，你不断的写，你就会找到码字的感觉，你就会写出来一些有味道的文章，你就会有一些读者。如果你想搞营销，就有人买单，你就有钱了，你也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人生就是如此简单，很多人就是太复杂了，故而一生都不出单。要是简单点，他的世界就美好，他的人生就美好。大家开公司必须找到最简单的产品，设计分钱模式，找到一个最简单的盈利系统，多招聘业务员，每个业务员都有绩效考核，能盈利的留下，不盈利的就要开除。做到这几点，老板就可以天天待在家里修身养性了。有本事的老板追求的是规模化，追求的是企业运作自动化，追求的是不断地打造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成就别人，才能成就自己。把懂的招式都练到极致，就能赚到很多钱了。人这一生学的最有用的思想，就是只学一招，学完马上去实践。社会上大部分人花了很多精力，把什么都搞懂了，然后他就休息了，就以为万事大吉了。他就是没有养成实践的习惯，故而一事无成。很多高手靠学一招马上落地的思维混社会，虽然有些残缺，但这个思维真的很管用。你吸引到谁，谁就买你的单。改变命运的秘密，首先你释放什么信息，你就拥有什么样的朋友，拥有什么样的收入，拥有什么样的客户。你的文字，你的语言都在不断地筛选着你的同类。你吸引到谁，谁就买你的单。你每时每刻都在筛选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也在不断地把你归类，这就是阶层。假如我们的收入很低，阶层很低，我们就要想想，是我们自己写的文字说的话导致的。我们就要想想，如何才能吸引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样，富贵的人买我们的单，我们赚的钱就多了，社会地位也就提升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自己的思维造成的，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其实，一个人怨恨社会，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一个人喜欢这个社会，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去读什么样的人写的书，去学他的思维，去学他的行为，自然你就会有他那样的生活与收入。这个社会没有什么秘密，所有的赚钱秘密都摆在这个社会上面，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罢了。你听懂了，也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收入了。如何通过写作赚钱？写作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你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想到3就写3，想到天就写天，什么也不想就什么也不写。人的意识流本来是不断的，这就可以让一个人源源不断地为外界创造信息。把这些信息稍微总结一下，归纳一下，就会形成价值高低不同的信息。只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发表到自己的 QQ 空间，发表到百度贴吧，发表到天涯论坛，发表到抖音、快手、微信，看到的人认为帮助到他了，对他的精神有提升，或你的某个思路打开了他多年的郁结，他就会认为你真的很优秀，从而崇拜你。你有可能成为他的心灵导师，他就可能交钱给你，咨询你了，你就赚钱了。当然，我们写作的过程中也会触碰到另外一些人的利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每件事情总有人反对，总有人赞成。优秀的人永远不要关注反对你的人，关注赞成你的人就行了。因为我们是靠赞成我们的人当中的一部分人养活我们的。如果反对你的人老是找你麻烦，你也要心胸放宽一点，一笑而过，能躲就躲，
尽量不要与它发生任何关系。没事的时候多去看看好书，多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关起屋子就在里面读，与那些优秀的人的精神碰撞，或是去那些优秀的人的大脑里寻宝。我们人的认识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大一样，很多人心胸狭窄，认为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了，别人不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就亏了。其实每个赚钱的人往往是只管帮别人解决问题，结果自己以前的问题通通都不见了。所以佛家有言，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从这个角度讲，你那些无心的帮助往往会获得很大的回报。想成大事真不能有太多功利心，一心一意地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你都可能成为这方面的大师。销售行业有一句话叫销售就是卖感觉，写文章也是这样写的，是一种感觉。天人感应，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没钱赚，而是你赚了不懂你的人的钱。如果你习惯于向别人证明自己，你就是一个无聊且自卑的人。我们的时间宝贵，我们只有精力去读书，我们只有精力去增长自己的智慧，我们只有精力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去睡觉。我们没有精力解释什么，我们也没有精力向陌生人证明什么。如果这个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客户，我们也懒得去在获取这个客户上花太多时间。毫无必要增加一个新的没意向的客户，却太浪费时间，因为机会成本太高，时间成本太大。我们只干既定的事情，这个既定的事情就是我的广告扔出去了没有？我们的广告做得到位了吗？我们的内功够不够强大？我们的谈判技巧如何？我们的转化率如何？我们的服务价值如何？我们自己是不是成长了？没有客户就一门心思的成长。当你牛逼的一塌糊涂，自然有人来找你合作，给你钱。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没钱赚，而是你赚了不应该赚的钱，赚了不懂你的人的钱，赚了你需要解释的钱。时间很宝贵，宇宙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要花时间去品味，我们不必将时间浪费在解释上面。姜子牙的只在知中取，不在取中求，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经商方式。姜子牙他这种钓鱼方式是最高效率的钓鱼方式，因为没有任何一点损耗，来的都是精准客户。假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你就按照我这个理念去经营你的生意就行了。你会发现你会非常赚钱，而且不纠结，晚上睡得香。这个时代最优的赚钱方式，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的赚钱方式是天下间最好的赚钱方式，这是极其愚蠢的。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有认识到了社会上的赚钱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才能选择最赚钱的方式去赚钱。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低效率的赚钱方式，这一生就很难翻身。就比如你打算靠自己的体力走路或游泳去美国一样，很难。假如你买火车票与轮船票去美国，就相对容易一点。再比如你买一张飞机票去美国，就相对容易多了。这个思维懂了以后，我们就来讲不同的人对赚钱方式的认识。一个乞丐会认为最好的赚钱方式是乞讨，一个打工的认为最好的赚钱方式就是打工，一个老板认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组建一个团队去赚钱。不同的人认为最赚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只有你克服了本能，你才能理解其他人的赚钱方式，最终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赚钱方式去赚钱。当然只能选择不违法的方式。记住，赚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只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途径。在追逐财富的同时，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爱与被爱。因为幸福从来都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愿你我都能在追梦的路上不断成长，不仅收获满满的钱包，更收获满满的幸福。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